今天节目呢，给大家解读一条突发的、最新的也非常重大的消息。这条消息呢，我认为是俄乌开战以来最反常也最关键的一个信号。什么信号呢？俄罗斯战略摊牌的信号。你看，这一次普京是亲自下令，拉夫罗夫亲自给卢比奥打电话。那么俄罗斯这是要干嘛呢？要先给美国打了招呼，再动手打基辅了。未来一大看点就是看特朗普政府会不会这次彻底的放弃乌克兰。那么这一次我也注意到，欧洲肯定是提前听到风声了，因为你看马克龙之前跟卢卡申科专门通了电话，非常反常。不过呢，即便如此，我认为这个事儿可能也不会以欧洲和乌克兰的想法为转移。那么大家听一听这条消息怎么说就知道了。这条消息呢，来自当地时间5月25号的俄罗斯外交部的网站的一则通告。通告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大家注意听，拉夫罗夫表示说，为了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那么这个消息这个事儿怎么看？我想总结一句话，就是这条消息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具有标志性的可控升级的信号。什么意思？就是这不是普通的一次战术报复，而是俄罗斯精心设计的一次战略摊牌。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先划清红线，再动手打击，绝对要避免与美国直接开战。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其中最反常，但是恰恰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信号，就是你看这一次普京总统指示加上外长亲自打电话通报打击的计划，加上建议美方人员撤离。那么这是俄乌开战以来绝无仅有的，彻底打破了战争出其不意的这个常规的逻辑。就是这不是一次走漏风声，这是一次最高级别最正式的外交通报，相当于是俄罗斯敲着美国的桌子说我要动手了，目标是乌军的设施，你的人赶紧走，别在这儿碍事儿，误伤了我不负责。其本质就是俄罗斯给美国画下了一条红线，就是我只打乌克兰不打你，但是如果你敢直接介入，或者你的人留在打击范围内，后果自负。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你看历史上俄罗斯只有在动用针数高超弹这一类可能被误判为核打击的武器的时候，才会提前30分钟通过核风险削减的渠道来通报美国。但是你看这一次针对基辅全境的系统性打击提前公开通报，这就说明俄罗斯把避免美俄直接冲突放在了第一位。那么问题来了，你说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要动手呢？直接的导火索就是5月22号卢甘斯克学校的遇袭事件，这是激怒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俄方把这次袭击定性为蓄意针对未成年学生的恐怖袭击。16架无人机分3个波次精准的打击职业学院的宿舍楼，造成了20多名14到18岁学生死亡，40多人受伤。同时呢，我也注意到，除了普京这一次亲自的下令报复，这次还邀请了包括英国、美国在内的多国记者到达了现场采访，做足了全球舆论的铺垫，可以说把报复的正当性拉满。那么更深层的一个背景就是，近1个月以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已经常态化了。你看，前不久的5月17号，乌克兰甚至发动了1000架无人机的这种大规模的袭击，目标覆盖莫斯科能源设施和民用区域。俄罗斯想这一次用一次大规模的报复来遏制这种趋势。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俄罗斯这一次打的是什么算盘呢？我总结了3个词：1精打，2踢球，3敲打。我认为第一就是军事上精准的打击乌克兰的战争能力。这一次呢，不是一个象征性的空袭，而是你看他说系统性持续性的打击，目标也非常的明确，肯定会包括基辅市内的军工联合体，尤其是无人机的设计、生产、组装的工厂。你看俄方这次也点名
明确这些设施是由北约专家参与的。所以说肯定也会包括乌军的决策中心和乌军的指挥所，直接打击乌克兰的指挥链条，目的就是从根源上削弱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能力，而不是单纯的报复。这是第一，军事上。那么第二就是外交上，把球踢给美国，逼特朗普政府选边。提前通报就等于告诉了全世界，我俄罗斯这次的打击是有节制的，是有预警的，不是滥杀无辜。如果美国政府这次撤离了人员，就等于默认了俄罗斯打击的合法性，会严重的打击乌克兰的士气。那么如果美国不撤人员呢？如果美国不撤人员，一旦有美方人员伤亡，美国就会被迫的卷入冲突，这也是美国绝对不想看到的。那么我讲到这儿，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来了。你看，俄美这次通话当中同时提到霍尔木兹海峡和古巴局势，这其实隐含着俄罗斯的一个警告，一个暗示，一个默契的传递。什么意思？就如果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持续的加码，俄罗斯释放信息说，如果你持续加码，我会在中东、拉美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区进行反击，进行一个多线的反制。如果反之，则不然。这是第二，外交上。第三就是政治上，敲打欧洲，敲打乌克兰。你看，拉夫罗夫还特意提到说2025年8月安克雷奇协议被欧洲和乌克兰破坏。那么说这个话就等于告诉欧洲，你们之前和我们达成的停火共识已经作废了，现在的冲突升级是你们纵容乌克兰的结果。同时呢，俄罗斯这次也给乌克兰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你背后的大哥已经被我提前通知了，通告了，接下来我要动真格了，没有人能救你了。那么好，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么以下呢是我个人的一些分析和推演，一家之言，仅供参考。就是我认为未来的一段时间，可能至少1周时间，基辅会遭遇开战以来最密集的空袭，俄军也必然会动用包括高超弹在内的所有常规的武器，重点打击军工和基础设施。因为持续关注俄乌冲突的朋友都知道， FAB 系列的航弹在其他地方已经广泛使用了，但是在基辅几乎没有用过。那美国呢？美国大概率会低调的撤离非必要的外交人员，同时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武器的援助，但是我认为绝对不会直接介入。乌克兰呢？乌克兰也肯定会用更猛烈的本土袭击来进行报复，但是其中有一点，就是必然也会受到美国的限制，避免进一步激怒俄罗斯。所以说呢，朋友们，未来的冲突大概率会进入到一个升级但可控的一个新的阶段，双方都会加大打击的力度，但都会刻意的避免触碰美俄直接交战的红线。所以说本质上这次通报是俄罗斯给美国的一份最后通牒，我可以打乌克兰，但是你不能亲自下场。如果你遵守规则，咱们就继续的打代理人战争，如果你不遵守，后果自负。好了，朋友们，今天是5月26号，明天是5月27号，也是一个周三。我在每周三的晚上7点半都会直播全球焦点页的直播。那么明天的直播，我再给大家介绍更加详细的一些情况，大家可以点击下面的预约按钮进行预约。我的直播没有回放，请您不要错过，明天不见不散。